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风云会。我们现在依然是在上海，我们在上海花滑世锦赛的现场。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在花滑世锦赛的双人滑当中拿到了银牌的一对年轻的中国选手。欢迎隋文静，欢迎韩聪，欢迎二位。在比赛结束之后，看到成绩那一刻，你们俩情绪都非常激动，那种眼泪喷薄而出，尤其是隋文静。这种眼泪，很多人会想，是年轻人的这种压力啊，还是这一刻特别激动啊？你们自己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流露？其实当时刚滑完的时候就已经控制不了情绪了，然后在做完结束的时候，然后没有看到分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次比赛也不是为了什么成绩啊或者什么的，主要是为了证明一下自己。因为毕竟在前2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了，然后这次在比赛，在主场特别大压力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把自己的最好的水平都滑出来了，并且在加拿大的运动员还有我们的前辈老将黄秀健完美的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以后，我们能把自己的水平滑出来，当时觉得真的就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感觉特别的激动。在自由滑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们是最后一个出场，前面的所有选手都比完了，而且就像你们说的，加拿大那对选手难度非常高。那么在你们上场之前，心里边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上场之前真的是非常紧张，等到当时那个下午，真的简直就是要崩溃了，我在崩溃的边缘。就是下午就是给家里打电话，让妈妈劝劝我怎么样的，然后就觉得当时就是控制不住心情，就特别想发脾气，然后一下午又哭又笑的，然后真正到晚上我才把心态一点点调整过来。等到站在比赛赛场那一刻，所有观众已经欢呼声已经是到了最顶点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压轴嘛，最紧张的一个签位，当时控制不了自己的话，然后就跟自己大声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就争取用自己的声音盖过现场的声音。其实知道自己盖不过，但是自己在跟你自己说话，就感觉像自我催眠一样，然后就保持清醒吧，就注意力集中。这挺真实的一种情境还原。刚才隋文静也说了，极其紧张，就是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滑了。那在什么时刻感觉到这种紧张的心情慢慢的能够放松下来了，慢慢的真的进入到比赛的感觉当中去了？韩总。我跟他感觉有时候不太一样。我是赛前我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上场，所以说我知道肯定会要有一个压力存在。这个时候我反而就是相对更加释然一些，我让自己头脑简单一点，我不要想那么多，什么都不去想，我反而会对我更加轻松。但是等我到了去上场那一刻，练完准备活动6分钟，我下来换完鞋，等我再上场的时候，我这边耳朵会不自主的去听见了一些这个打多少分，那个打多少分，确实感觉是分数的压力会给我提升一些。然后等到再上场，马上我要去上场，我当时有一点点小迷惑，我知道我可能上状态了，我跟赵教练说，我说教练把那个水给我，这是其实是一个很不自然的表现，我平时不会有这种状态。我打开水往自己手倒一下，我扑了自己脸上一下，我清醒一下，我当时瞬间清醒了，没有问题，好了，开始。在自由滑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整个比赛的进程里头有一段和音乐的配合似乎不是太完美，当时是什么情况？是我们俩做双人转之后那块需要休息，和双人转的时间有点拉长了，然后我们把后面的节奏就放得更平稳一点。既然这样，就不要去特别着急的去追赶，但是在单人转的时候，我们还要把时间抢回来。所以说这就是如何去在场上去把控一些东西。对。从你们自身的体会，感觉就你们这一对双人滑选手来说，距离世界最高水平的选手，目前最主要的差距或者最需要提升的方面在哪儿？应该从我们2个来讲，我觉得还是说是滑行技术。滑行技术现在我们
我们两个对薄弱的一些。其次就是技术难度。从现在来看，技术难度从基础分值上来看，加拿大那一队选手他们的基础分值是非常高的，他们有很多的难度动作，包括抛丝。我们两个现在具备有抛丝的能力，但是我们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或者是放在这套节目当中。技术上要去提升自己，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心理上也要去完成一种调整。因为在过去的比赛当中，你们在中国这个花滑队双人滑的序列当中，始终是小弟弟小妹妹，因为前面始终有老大哥在顶着。但是现在庞青、童健也要离开了，申雪、赵文博早就走了，现在你们可能一下子变成这个序列当中领跑的人了。在这些老将们离开之后，对你们来说，比赛的心理落差会有变化吗？我觉得我们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我们心态的话一直是以一个小运动员，不管我们多大，我们都是以一个小运动员姿态去往上拼。然后希望今后我们一样会保持这种心态，不管可能我们的前辈或者是退役也好，或者可能我们已经超过他们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永远是以一个小运动员姿态去拼，不会有什么保守的状态。你们俩平时在训练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双人滑选手，总会有的要么是性格上互补，有的是性格相近。你们俩在训练当中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俩都挺冲的。对，我俩算性格相近吧。都挺冲的这事儿就麻烦了。要是都挺不冲的，那可能大家特别和谐。但都挺冲的，是不是？那训练多面呢？对。训练当中嘛，肯定要有一些有很多的动作上的一些问题需要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俩觉得。但是不要超过一个度，不要去说话就去伤害到对方。其实我觉得咱俩没啥度。对，就真的。但是我俩会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打得特别狠，特别凶，然后下了冰，然后就谁也不雷谁，然后下场冰，该怎么地，还怎么地，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从头开始，因为我们两个目标是一样的，都是那个顶点，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分歧，都是为了好，所以也不会有很多的就会有口角，但是也会很好的解决掉。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通常是谁先让步？都会对。我们两个都有的时候他会。最后谁赢了？对，开始就可能有谁赢了。因为有些东西必须要一方面是迁就，一方面是包容和互相理解，这也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反而更像是夫妻的感觉。对于你们这一代来讲，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因为对于北京和张家口来说，很有可能成为2022年的冬奥会的主办城市。那我看了一下你们俩的年龄，可能在2022的时候，正好是职业生涯挺顶峰的一个时刻。所以理想状态的话，如果北京能够成功，你们俩又能够滑到那个时候，这种争吵又不会使你们分开，又能够在那个时候，我们肯定会滑到那个时候，肯定会滑到那个时候，肯定分开不了肯定分开不了，这不了搁在后边给我吓了一跳，肯定分开不了好。如果在2022年北京能够成功，那现在最大的悬念就是北京能否成功了。就北京如果能够在2022年成功的话，你们俩又能够在北京在主场比赛，一定是特别美的一个画面。所以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北京这样的一种申奥对你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带来的影响？我们很希望这次这个北京还有张家口可以申办成功2022年的奥运会，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毕竟我们历史以来也没有举办过世锦赛，在中国。而且这次我们在上海也举办了世锦赛，而且我们也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在最后一个位置上出场，我们也滑出了自己的水平。我们希望北京可以申办成功冬奥会，然后也希望我们可以在冬奥会上滑出自己的水平吧。好，谢谢二位，谢谢隋文静和韩聪，要祝贺二位在上海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花滑世锦赛的银牌。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对90后95后的选手，少年老成，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我们也特别期待在2022年真的北京举办冬奥会能够变成现实。那么在上海我们在场馆当中看到那种情境，到时候应该会更加热烈。也希望你们在2022年的北京能够看到你们优异的表现。谢谢二位。谢谢。